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曾经风风光光、家喻户晓的中国民营品牌，正在一个接一个的消失？不是破产，也不是上市失败，而是被国有企业悄悄接手了。而你更不知道的是，这场抄底盛宴背后不是救，而是吞。过去这些年，中国经济一边在喊着支持民营经济，一边却在干着掏空的事。从2018年到2025年，这场悄无声息却雷厉风行的国进民退大戏已经演到了高潮。大批曾叱咤风云的民企大佬被彻底边缘化，甚至扫地出门。曾经的民族品牌也一个个变成了国企的儿子。还记得在2013年喊出的混改吗？那时候官方化的秉示，国企和民企互相持股，一起奔向市场化。但现实呢？一边是国企的触手越伸越长，一边是民企的股份节节退缩。结果混改成了混进去被改。根据中国证券网的数据，从2013年到2017年，民资通过各种方式参与中央企业混改，投资金额超过 1.1 万亿元人民币。但这钱进去之后能掌控什么？几乎都是些非核心业务的小股东，大权照样握在国企手里。而与此同时，国有企业也在悄悄对民营企业展开反向渗透，投资金额超过6000亿元。到2018年，剧情彻底变味，50家上市民企自愿将控制权让给国资。2023年到2024年，这波操作加速升级。根据中国企业家报统计，2024年国资收购案例激增，7月单月就有超过10家民营企业被转为国有控股。到了2025年，整个市场的气氛已经彻底变了。良品铺子这个在消费者心中几乎等于坚果加零食的高端品牌，也没逃过这波吞并潮。2024年7月17日，公司公告控股股东将其 21% 的股份以 10.46 亿元的价格转让给武汉市国资委控股企业。这意味着良品铺子的命运从此由政府主导。这不是孤立，而是潮流的冰山一角。2024年，中国至少有24家国资收民营案例公开，另有13家国资并国资，6家原本无实控人的企业被国资控制。据官方数据，70%以上是异地收购，这意味着不只是本地政府在抄底，外地国资也像闻到血味的鲨鱼扑向挣扎中的民企。为什么政府要出手抄底民企？难道真的是为民解忧？太天真了。所谓驰援只是一个话术，真实目标是战略吞并。简单讲，就是民企因为经济下行估值大幅缩水，此时出手抄底，就像逛菜市场，趁人卖不掉时横砍一刀，便宜拿下，控制经营，收割未来。这不是什么市场行为，这是政府主导下的有组织、有计划的资源吞并。国家资源要集中到一个口袋里，方便上层随时调动。而且接盘的过程就是一场巨大的财富重分配。官场各路人马正是通过收购、重组、清算、上市，完成了对民企的全面洗劫。几十年前，民企是借国企的壳活着，而现在是国企扒了民企的皮来吃。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国进民退 2.0 阶段，和1950年代的公私合营如出一辙。那时候叫合作经营，结果民企老板全部变成打工人，现在叫混合所有制，实际是直接并购控制。20年前推进国企改革，把低效国企推向市场，民企趁势而起。而今天民企资金链断，市场收缩，融资难，政策风险高，被逼无奈要么关门，要么被收购。而收购者是谁？不是投资人，不是资本市场，而是背后站着政府的国资委。2024年，搜狐财经曾发文质疑地方国资频频收购民企，
攻城之后为何不退？文章指出了数个严重隐患：财政实力强的地区能大规模收购，弱省份只能干瞪眼，加剧区域失衡；地方国资大量举债，债台高筑，隐形债务危机不断；并购操作催生权力寻租掮客经济，腐败重灾区；国企低效运作拖累原有民企效率，市场信号被彻底扭曲。但遗憾的是，尽管这篇报道一度引发行业关注，却没有任何官方回应，甚至连媒体自己也不再追踪此事。毕竟，这种并购行为本身就是上面默许，下面有利的结果。民企是韭菜，割完一茬还有下一茬，但掌权者和权贵却在其中分蛋糕、捞好处。这波国资并购潮中，民营企业没有什么别的路，就是一个一个的倒闭。没错，不是退场，不是重组，而是直接彻底的消失。中国在2025年5月还高调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，鼓励民营经济发展。但这真的能改变什么吗？这些政策只是一种稳定说辞，目的是维稳信心，但在操作层面根本没有逆转国进民退的趋势。说白了，这一切都不是偶然，而是制度性的安排。你以为国家要救你，其实国家只是要你的公司、你的数据、你的市场份额、你的品牌价值，而你连体面的退场都没有。曾几何时，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一部分，占全国 GDP 的60%以上，税收的50%以上，技术创新的70%以上。可如今，这个经济发动机正被一场有组织、有计划的掠夺战拆解、转卖、抄底，直到彻底失去活力。而掌控这场战役的，不是市场，不是资本，而是一个高度政治化、计划化、行政命令式的体系。专家甚至直言，民企不是被市场淘汰，是被体制掐死的。我们来看看具体数字。据第一财经2025年6月盘点，2024年全年至少有24家民营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转为国资，其中多数为地方国资接盘，特别是异地收购占比超过70%。比如北京的国企去收购湖南的企业，武汉的国资接管杭州的品牌。这并不是资源优化，而是全面鲸吞民营企业生态圈。这些被接盘的企业中，不乏各自行业的头部和明星品牌，如良品铺子曾是 A 股零时第一股，如今归于武汉市国资委。四川天府银行部分股份被拍卖，创始人黄光伟自2024年起已长期在境外。多家芯片、光伏、医疗领域的创新企业在困境中被低价整合。数据背后是大量民企被血洗式重组，员工被迫裁员，创始团队边缘化的现实。地方债压力越来越大，地方政府急需把手里的资产变现，哪里还有现成的肥肉？当然是民企。这些企业本来就是市场搏杀出来的，底子好，有现金流，一旦陷入困境，正好捡漏。更关键的是，这几年民企的信用体系已经被打碎，融不到资，估值暴跌，在资本市场上就是被贴上快死的标签。这时候国资进场收购，简直就像捡白菜价，收得越便宜，重组后高价卖出的空间就越大，中间的利润足以让一批收购中介和官商势力吃得盆满钵满。为了让这些收购更顺理成章，战略安全成了最好用的挡箭牌。凡是涉及科技、金融、数据这些关键领域的民企，只要一句涉及国家安全，立刻就能被纳入监管乃至接管名单。资料库、支付通道、用户数据，原本民企最有价值的核心资产，一夜之间变成了国家所有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三者还形成了恶性循环。因为债务压力大，所以政府要更多抄底；因为政策压力大，所以民企估值更低；
因为民企更难融资，陷入困境，政府更有理由接管，一套收割逻辑链已形成闭环，民企无法逃脱。不要以为国资只是收股权、收工厂、收生产线，真正让政府垂涎的是民营企业手上的数据与用户网络。腾讯的微信支付、阿里巴巴的支付宝都被强制交出后台数据，这不是投资，而是赤裸裸的系统性接管。而这种数据并购通常是以下流程：以国家金融安全为由，由央行、银保监会介入调查，限制企业融资、牌照审批，造成经营困难。国资企业趁低收购股份，进入董事会，最终接管数据系统或设立国有数据中心，完成技术级别的接管。最终，民企即使还挂着民营外壳，灵魂早已是国有的了。在这波接管潮背后，一条隐秘却极具杀伤力的暗线正在运转。收割不是为了经济，是为了利益阶层的重构和洗牌。资产重组的过程，本质上就是发财的过程。你要知道，这些资产过去是民企老板的，现在则进了地方权贵和金融利益集团的口袋。而这种财富转移不是靠市场交易，而是靠政策倾斜、行政干预、银行授信体系的定向操作。比如，民企借不到1分钱贷款，但国企入股后，银行立即敞口支持。政策补贴、税务减免等，全都向混合所有制企业倾斜。被收购后的企业立即能获得政府订单与项目支持。这不是经济救助，而是拿走你的一切，还让你感恩戴德。就在今年2025年5月，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，宣称保障民企财产权，保护民企发展权益。一时间，坊间舆论以为春天来了，但现实是冷酷的。这部法律连不得强行收购民企这类字眼都没出现，反而处处强调依法推进混合所有制，支持国资参股新兴产业，本质仍然是换汤不换药的制度再包装。这是典型的政策说辞稳信心，操作上却不断加强控制。就像朝鲜的体制，越是高喊支持民生，越是在侵蚀自由空间。几十年来，民营经济被官方鼓励，再收编，再鼓励，再收编，反复轮回。而如今退无可退。从2023年开始，中国企业家的出逃潮明显加剧。不少上市公司高管在资产变卖、控股权转让之后，直接移居新加坡、加拿大、澳洲等地。他们知道自己不是企业家，而是一个个临时托管人，早晚会把自己一手打造的公司交出去，而留下来的则只能苟延残喘，要么死于债务，要么死于改革。今天民企老板最怕什么？不是竞争对手，不是订单短缺，而是一纸红头文件，一个被叫去谈话的通知，一份股权变更协议。民营经济正在被收割，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迅猛、无声、不可逆。你以为自己还在经营企业，其实不过是在给别人代班。在这个国资吞并狂潮席卷的时代，每一位企业家的命运都悬挂在政治与资本的绞盘上。这是一个时代的挽歌，也是最后的忠告。你的公司不是你的公司，你的财富也不是你的财富，